歼16D 的服役表明，我军已经对台湾、对印度和日本的空中力量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如果没有美军的介入，凭他们自己是无法与我军抗衡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公开歼16战斗机的电子战信号。外媒说没有其他空军拥有类似的战机。珠海航展马上就开幕了，参展飞机呢也陆续到达珠海的航展现场。那么前两天有一架我国空军的现役战斗机抵达，照片流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外媒的关注。它就是由沈阳飞机制造公司生产的，在军迷中传说已久的歼16D 电子战飞机。歼16D 之所以如此受关注，是因为目前世界上现役的专用电子战战斗机，除了歼16D 之外，只有美国的 EA-18G 咆哮者战斗机。而前些年，这个 EA-18G 咆哮者曾经在演习中依靠它强大的电子战能力击落过美国空军的 F-22 战斗机。非隐形战斗机击落隐形战斗机，这是一个传奇啊！这也让 EA-18G 在全世界的军迷心中封神。当然了，说歼16D 是世界上唯二的电子战战斗机，似乎有些不太准确，因为我军还有舰载型的歼15D 电子战飞机还没公开呢。这一次在珠海地面静态展示的歼16D 战斗机有许多令军迷欣喜的细节。首先是它使用了国产的太行发动机，而不是进口的 AL31发动机。其次呢，相比标准型的歼16战斗机它取消了机头座舱这儿前面的红外传感器和机炮，取而代之的是座舱这儿前面增加了不知用途的电子设备。机头的雷达天线这儿也缩短了一些。第三，歼16的翼尖安装了大型电子设备的夹舱，这是一种被动的高性能的智能信号传感器，用于检测、识别、定位和分析射频发射源。第四，歼16的机翼下方挂载了至少3种不同型号的4个大型电子战吊舱。外媒推测它们用于不同频段的电子干扰，这是电子战飞机最明显的标志。外媒评价说歼16D 可能是苏27侧位战斗机家族里面最独特的一个发展型，甚至有可能是战斗力最强的型号。尽管俄罗斯的苏34战斗机也强调电子战能力，但是与歼16D不是一个级别。歼16D 有可能比美军的 EA-18G 咆哮者更为强悍，主要理由是歼16D 的机身更大，它会带来很多好处你比如说歼16D 能够挂载4个大型电子战的吊舱，而美军的 EA-18G 只能挂载3个。在发射功率和频段的覆盖上歼16D 很可能更强。再另外，歼16D 的机身更大，翼尖的被动测量夹舱的相隔距离更远，理论上更有利于无线电的测向。歼16D 的航程超过 EA-18G， 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任务。歼16D 除了这些电子战吊舱以外，至少还有6个挂载点能够挂载导弹，载弹量也超过 EA-18G。从歼16D 的服役可以看出我国空军对电子战的重视。实际上，我国空军现在稍微大一些的机群出征，就必然有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伴飞，这才是先进空军的常态。这说明我军电子和情报战的能力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在我国周边潜在的冲突方向上台湾空军、印度空军和日本的航空自卫队都没有专门的电子战战斗机，平时也基本没有训练过反雷达的野鼬鼠战术。美军的 EA-18G 咆哮者除了美国海军和空军装备之外，对外只对它的铁杆走狗澳大利亚出口过一些，连英国都没有。歼16D 的服役表明，我军已经对台湾、对印度和日本的空中力量具备了压倒性的优势。如果没有美军的介入，凭他们自己是无法与我军抗衡的。过两天我会到珠海航展现场，向各位网友介绍歼16D 的更多的细节。